10年前的7月1号，4所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试运点在全国投入运营，标志着该残障服务资助项目开始在澳大利亚造福于民。10年来，有近60万名 NDIS 的受益人都表示，自从使用了 NDIS 的服务之后，生活更自由了，日子更条理了，于是也有时间出门接触社区，投入工作，结交朋友，可以更加的随心而动了。联邦 NDIS 事务部长比尔·肖顿表示，担任该职务这10年是他人生最引以为豪的高光时刻。肖顿说，引入 NDIS 彻底改变了我们政府支持残障人士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制定经济和社保政策的思维方式。NDIS 能够走到10年后的今天，要感谢基层残障社区和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很重要 Every Australian Counts 宣传活动的努力，让这个社会认识 NDIS， 支持 NDIS。我真心认为 NDIS 是21世纪当前最伟大的政策。艾丽卡·罗伊斯·伍德同3个孩子生活在西奥珀斯。表面上，她有快乐的儿女，承欢膝下，但她内心深处却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这样的好日子或许已经指日可待了。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今年6岁、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路易斯。而心中的一颗大石，在3年前路易斯开始获得 NDIS 的资助之后，才稍稍落下。艾丽卡说，路易斯如今是一个爱笑的孩子，关心别人，总把笑容挂在脸上。但在使用 NDIS 之前，路易斯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他与家人互动都很费劲，更不用说走出门去融入社区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开始上学，开始参加各种活动，而路易斯也能出现在这样的画面里吗？我是想都不敢想的。自从得到 NDIS 的拨款之后，艾丽卡每周都会带路易斯参加语言和行为的矫正课。如今，路易斯不仅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主流学校上学，家人们也感到如释重负。他现在不仅能总出门融入社区，还经常被邀请参加生日派对，而且也不会因为人太多而感到不舒服了。而在得到 NDIS 的资助之前，我们甚至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办法过。然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10年里 ，NDIS 系统中也深受各种诈骗和官僚主义的毒害。不仅如此，许多受益人还反映 NDIS 的政策制定和实行都缺乏透明，越来越多的受益人因拨款被削减而诉诸仲裁庭。在财务方面，目前全国有约60万名 NDIS 的受益人，这也让该项目开销巨大，政府1年的投入现已高达35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截止到2032至33年的时候，预计还将飙升至每年970亿元。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宣布将 NDIS 拨款的年增长率限定在 8%， 以此来管控开销。而在此之前， NDIS 的开销也正以每年 14% 的速度飞速增长。在服务方面，就是这样一个万人仰仗的福利项目，也经常被爆出受奸商利用，剥削残障人。一份由精神健康法律中心 Mental Health Legal Center 所做的调查报告发现，在维州多家寄宿房 boarding house 内居住的残障人士，长期以来被经营者剥削，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生活上面临极大风险。这些寄宿房由维州政府的支援型住宿服务 Supported Residential Services SRS 系统统筹。目前全维州约有寄宿房115所，居住者4000人，而其中约1600人都是 NDIS 的受益人。在消息人士向有关部门爆料相关的内幕之后，联邦政府委任精神健康法律中心前往了解情况，并发现经营寄宿房的部分无良商家虐待入住的残障人士，包括限制他们获得帮助、玩忽职守、情绪操纵、行贿、财务虐待，甚至绑架。
这些入住者中，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能力普遍被认为中等或低下，且患有包括精神健康问题、后天性脑损伤以及智力障碍在内的心理残疾。而这份报告揭露的寄宿房违规日常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其中包括以提供快餐为诱饵，胁迫入住者更换住所和残障服务的提供商，住宿服务部门从入住者的财务账户中窃取钱财，强迫残障人士签署伪造的服务提供时长，但实际上只拿钱不办事，胁迫有社恐问题的残障人士入住不宜居住的住房，声称一旦拒绝将面临驱逐，违背入住者的意愿与他人共处一室或关禁闭，造成入住者因恐惧而夜不能寐，没有提供干净的衣服和营养的膳食，没有为入住者制定日常活动安排，造成入住者无处可去、无事可做，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联邦政府也已经就此报告的内容采取行动，责令全国残障保险计划管理局 NDIA 关注相关事态。维州政府也已立法赋予维州残障事务部长有宣布新的住宿类型的权利，为使用 NDIS 和其他政府服务的人士提供更多选择。